欢迎来到 Miki 频道，台湾男子台湾面线频道。今天想介绍的是在台中的大肠蚵仔面线，它就叫大肠蚵仔面线哦，它却是一个高分的老店呢。它在 Google 上评价还不错，那我来这边品尝看看。我点了的是综合面线，那点完餐之后啊，就发现它桌上哇2个铁质的碗还有盖子，打开来里面一个是蒜泥，一个是辣椒。这边可以自己加蒜泥，又可以好好调味，这是大加分。桌上这碗面线呢，它点缀着香菜，是属于比较浓的勾芡，它带有细微的柴鱼味，还有一些我觉得是味素的味道。它的蚵仔的部分是些许裹粉，鲜度是中等的。它的大肠非常有弹性，颜色蛮深的，不过咸度偏低哦，有点下水汤的感觉啦。它的辣椒的部分蛮有咸度的，很香，我很喜欢。那它的蒜蓉的部分，我后来发现它是放油就可能为了防止氧化啦，不过相对就是让我有点吃进一口油的感觉。撇除这些小缺点不谈的话，整碗吃起来是咸度适中啦，其实爽度颇高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真的越吃越甜，怎么那么甜，好像来到台南一样。我当然吃完还是乖乖付钱啦。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又奇怪，我觉得我跟我们兄弟们一起合作拍的一些片，好像都没什么人想看，像屁孩发酒疯那部，然后还有最近前一阵子的吐槽大赛，这好像都没人想看，是怎么了？也有可能是有些路过的人啊，点进来一个谁啊，4个人不认识的面孔的人在那边耍白痴，我才不想看。当然有可能这种心态啦，好啦，我想到我以前高职的时候啊，常常因为那时候搭校车去学校上课，那老师没有位置坐，结果啊，我老爸不知道怎么去认识到我们那个轿车的司机，不是轿车啦，那叫什么？校车啦，校车的司机啊。结果啊，我老爸喝酒喝到吐，然后才有位置可以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要坐啊，这样其实很丢脸因为上面大家都没位置坐，我反而有位置坐，就是他特别留一个位置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坐位置啊。那我是觉得那种是蛮奇怪的感觉。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可是想到就是那个还是会想要爱面子嘛。那整条路都站，但是都没位置坐，但是就是不想要让人家有异样的眼光。那时候的我啦，会这样子。不过其实啊，我长大之后才觉得说，老爸自己也是爱喝酒，还敢说什么他为了我去有位置，所以跟司机喝酒喝到吐。我对我爸喝酒印象其实没有很好他每次喝酒就发酒疯，蛮多次喝完酒在那边乱叫，大吼大叫，蛮可怕的。还会跟我妈吵架，就吵蛮凶的，有时候也有摔东西。我小时候都会觉得他只要喝酒就变一个人，很可怕。但是他清醒的时候也不是很正常，他也是怪咖一个。所以我以前对喝酒其实没什么好感据说我婴儿时期的时候，因为他爱哭，还被我爸喂过酒这个请勿模仿。那我为什么会开始喝酒？是因为我一直到去了澳洲才变成酒鬼的。就是我去澳洲打工旅游以前，我其实都不喝酒顶多会跟同学喝一些那个女生酒啦，那种调酒类。而且我原本也觉得啤酒很臭，结果在澳洲跟那些酒鬼外国人混在一起啊，就越来越爱喝酒了，红酒也喝。那我第一次去澳洲住背包客栈的时候啊，第一个晚上就喝红酒，跟一群外国人。后来啊，就是参加一些派对啊，他们都会有酒嘛。那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喝到超醉，在地上爬的，就蛮好笑的。总而言之呢，就从此开启了新的世界啦。不过我是属于喝酒之后会自己安静做自己的事情那种人就比较不会去打扰别人，当然会比较开放一点，然后比较健谈一些啦。像我现在只要是出国啊，我都会如果住 backpacker 的那种地方的话，我都会在大厅那边喝个酒，然后跟外国人聊聊天这样子。反正其实我觉得人喝酒喝再多还是都会有意识啦，也不会说什么断片之类的。可是我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有时候在自己在家里喝的很忙，也是莫名其妙就睡着，灯也没关，澡也没洗，就直接躺在床上这样子。那反正就是一种人生体验啦。其实我体质不太适合喝很多酒我胃痛。好啦，今天的杂谈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